花莲县，台湾面积最大的县行政区。由于地形限制，花莲开发较晚，早期苏花公路尚未通车前，需要以乘船的方式来往花莲，所以有着陆上离岛之称，也因此保留了丰富的原住民文化。花莲更是以自然观光资源著名，太鲁阁国家公园、清水断崖、秀姑峦溪等景观，皆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你觉得花莲怎么样？算好山好水吧，比乡下还。乡下哪里是乡下？台东啊，比起台北，我觉得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打开门、打开窗户看到是风景或什么，我觉得北部可能就是很多建筑物。垂直地形发展让花莲有着依山傍海的绝美风景。本次哈哈台前进花莲，带你一起来看看上班时间的花莲县闲人。首先来到花莲，一定要到花莲的著名地标花莲迪士尼打卡。在此，我们遇见了一位正在徒步环岛的男子。以身为一个外地人的角度，看到后面这个米老鼠，你有什么想法？哦，其实这个地方我05年就知道，我那时候是看一个节目叫 Circus， 他们以前曾经把这个米老鼠变成一个小丑，变成这样。看到这尊本人，你有什么体悟吗？我其实就抱着一个来朝圣的心情。那你觉得它跟米老鼠有相似之处吗？看不出来像米老鼠吗？耳朵、鼻子、颜色。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这个米老鼠，你会说什么？欢迎来到台湾的迪士尼乐园。我跟你们拍个照可以吗？可以啊，环岛愉快。我收过你们迪卡的那个明信片。我们不是迪卡，我们是哈哈台。低头哈腰。接着，我们往美仑山公园上方移动，毫无收获，不过却意外发现这里有很多惊人的动物雕像。就在下山时，我们遇到了2位弟弟。你们有看过上面的那个很奇怪的动物吗？那你们知道那个动物的由来吗？那他们就想说把这边弄成一个什么森林公园这样子，我觉得这边放一个米老鼠很奇怪。对于米老鼠，2位弟弟不吐不快。从你们小时候就在，他就一直都在那边，就没有拆掉过。很丑，真的很丑。对于大家都要来这边打卡，你们花莲人怎么看这件事情？我们是把它当笑话吧。我们花莲很多东西就是抄人家的。东大门夜市，东大门那个名字是抄人家的。香榭大道就是也是抄巴黎的嘛。然后这个米老鼠也是抄人家的。我们花莲就是只能抄人家的。他继续吐槽，花莲吃的没有什么特色。麻糬你们吃吗？不吃。你们看外地人都把麻糬带回去当伴手礼。他们会带回去是因为花莲没东西可以吃了吧？我们自己真的不会吃啊，就跟太阳饼那种台中人不会吃太阳饼一样。假设今天我要离开花莲，我真的要带一样东西回去给我的亲朋好友，你觉得我应该要带什么？送人家，送人家，麻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刚才说花莲的东西都是抄袭的，连我们制服都是抄袭。因为原本的制服不是那种卡其裤，然后配一般那种衬衫嘛，然后后面要换成什么运动服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说什么我们要设计我们自己的运动服，学校开投票，然后数学老师就跟他们班的说，你不是蛮会画画啊？你看那个网球王子，你把它抄一下换一下，可以去投啊，他就投。然后结果他就上了。既然提到了，就让几位花中毕业的同学来演绎一段。双雄落网，零式短球、折球、换阵发球。哼，你还差得远呢。他们接着爆料花中才有的独特现象。花中每一届一定都会有一个女神，生理男性的女神，每一届都要有一个。所以你们那个姐妹她是怎么样？她打扮特别漂亮还是？超漂亮啊！我们国外一个学姐很漂亮，那个学长很漂亮。这跟女生一模一样。所以如果你就是晃过去的话，你可能不会觉得他是男生。所以花中其实很开放，超开放，超级开放。长得像这样子。这是男生，这男生。虽然花莲高中校风开放，不过在花莲也有另外一所以军事化闻名的学校。网络上流传的这样的一段影片。4位高中1秒7下整齐划一的拍手声，让人啧啧称奇。这位救生员毕业于4位高中，他要来示范一下。四维奖是怎么样？你可以讲一下四维奖。就是迅速拍机架。那你有没有办法很快的5分钟内训练大家练到很快？不行，我们你有什么技巧吗？这个就是要发号口令这样。我来听一下，看你们可不可以被训练出来。来操作，练一个练。3、2、1，还行啦。虽然只是拍手，却好像完成了什么大事。
至于为什么有这项规定，毕业7年的校友来解答。我高中在这边念啊，四维高中。我想访问四维长，我们毕业典礼我们要提早5个月开始排演，1个礼拜就过去练一次，就是排位置啊，然后进场。我们男生是要这样做，就是1/2板凳这样，然后立着做这样，然后女生是要这样做。讲述一下四维高中里面的生活。法禁很严格啦，就是一定要剃平头这样，就至少要削旁边这样，然后上面不能太长，因为那个之前的校长去世了，是军人，所以他就比较偏军事化的管理，铁的纪律。所以升旗要进场的时候，每个人都要1、2，然后手脚要同步，然后这样走进场，然后还要精神打书。原来是念高中啊，还以为是在当兵呢。你有看过我们的书包吗？比较特别的啦，我们书包是一个绿色4方形的，然后要塞木箱。我们书包是可以坐的，很多之前有新闻有采访啊，就是学生在等火车的时候，都就是书包就放了，就直接坐在车站月台等这样。4位的同学，置板凳。谈到花莲交通，常让人联想到火车。太鲁阁号与普悠玛号的通车，大幅缩短了台北与花莲之间来往的交通时间。不过，只要逢年过节，火车票便一位难求。花莲人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呢？听说车票很难抢，是真的吗？我是觉得还好，尤其是路客变少之后，就还好。会，就是我可能会去考驾照，就是可能冒命开苏花改回来这样。是蛮难抢的啦，还是抢得到啊，抢不到自己骑山猪嘛。不过对于抢火车票，花中男团倒是很有一手。我都家人买耶，抢票时间12点嘛，我那时候可能都在练琴啊。我都不跟他们抢，我都搭那个联运的，先从台北搭公车到罗东，然后再从罗东搭火车回花莲，那个票超好买的。哦，所以这个是小技巧。这是省钱的小技巧。如果你真的没有钱搭440的火车回花莲的话，这样才200多块，这样差了快2倍。像普悠玛好像就是2小时多，然后如果你时间抓得好的话，就是大概也不会超过3个小时。我都不跟他们抢票，我每次都觉得他们很奇怪，完全没有在乎旁边朋友的面子。而话匣子大开的花莲男团提出了我们从来没有发现的花莲都市传说。花莲没有50兰，连台东都有，花莲没有50兰。为什么？我有听说一个说法是，老板的前女友是花莲人，所以花莲的就没有。你是多大才喝到50兰？我记得第一次喝是那个大2的时候，我真的是大学第一次去台北看到50兰，我想说我都没有喝过，我想说喝喝看，那个野果味道哦，好喝。你有喝过50兰吗？没有啊，是排挤在霸凌吧？我没有想到全台湾现在有人没有喝过50兰，好扯哦。我觉得我被冒犯了。这位是从桃园来，在花莲开背包客栈的板娘，来到花莲后有个发现。有一次我记得5级地震，然后我们对面单车店，然后摇得很厉害，然后我就出去想说很恐怖，然后对面还在修单车，他就继续修，这样路上没有任何人，只有我觉得很恐怖。但花莲人真的觉得地震不可怕吗？你还会怕地震吗？会，我超怕地震。我这个人从小到大真的超怕地震。所以网络上说的，你们对于地震已经免疫了。我个人没有免疫，我比别人都还害怕地震。你们花莲人对于地震这件事情是已经无感？之前是无感，然后遇到02、06那一次是真的花莲人有吓到。之前是都跑的都一定是外地人。花莲那次大地震，然后我正在直播，那时候不是有倒了几栋大楼吗？然后整个地震的画面都有，然后上了全世界，有上了 CNN。然后上了泰国每个地方，然后结果1天就直播就爆红了。所以你的脸有上过全世界的新闻？有。真假的？我们看看吗？里面是这样。地震！等一下，你看。很大。就经历过完之后，会觉得说，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就不太一样了。可那时候会觉得啊，惨了。这么多的珠宝艺品都没了，一跑出去才知道说人活着啦，然后就有机会，我们比别人还幸运。于是，为了让大家幸福加倍，直播大哥分享起他拍过的影片。其实我拍过蛮多干片，星星窗，然后这边吹火锅的。眼泪都滴下来了，你给我看这个。网络上曾经有人发问原住民是不是最会唱歌，引来了许多网友留言纷纷表示，一直都是原住民最会唱啊，也是有五音不全的啦。甚至有网友留言，那花莲人都能够当艺人吗？这题嘛，问花莲人不就知道了吗？
有一个刻板印象是花莲人都很会唱歌。我觉得我唱歌没有到很好听但是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就是蛮热爱唱歌的。那都很会唱歌吗？我说热爱唱歌，我是算是真的是不太会唱歌。应该说不是花莲人会唱歌，是原住民比较会唱歌。身为原住民的是哪里来的刻板印象？不过这位姐姐可不这么想。有一个刻板印象是花莲人都很会唱。对，真的吗？是啊，这不是刻板印象。当然不是。花莲以前的山都是很好山好水嘛，我们都住在部落，像我是外省眷村，跟原住民住在一起。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特别多玩的东西呀，大家玩出来都是去打弹珠啦、劈包子啊，还是关蟋蟀呀。妈妈要找我们做家事的时候，都是从这边叫回来的，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大家原住民大家都练成了一群都是很好的上。所以花莲人普遍唱歌好听，是因为原住民。可能居多吧，好像也是这样你今天不唱歌喝酒，你就没朋友啊。在花莲就会没朋友。到底是不是安呢？有请太鲁阁族的母女来帮我们解答。有原住民血统，唱歌就会好听，还是生长在这个环境使你唱歌好听？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会琢磨于这个问题，到底原住民唱歌是怎么样？我觉得原住民中也有不太会唱歌的人，也有唱歌不好听，但是以数量来讲的话，可能比较少。我觉得普遍来讲，我在北部真的听到好像大部分真的平地人不太会唱。北滨公园位于花莲市区东北角，从公园眺望大海，太平洋一望无际。而花莲人说的去海边，不是指七星潭，而是北滨公园。在公园中，我们遇见了一位正在看海的妹妹。我们询问她为什么在这里。就我失恋哦，你刚失恋，你平时心情不好会来这里？对，你大概1个礼拜来这里是这样？如果心情真的很不好，大概每个礼拜都会来。这边是我的伤心属地，这样。这片大海可能就是一片忧郁海，这样。看来太平洋也是很不容易。如果你是那种个人型 YouTuber， 今天要在北滨跑15公里哦之类的，然后开始记录自己跑路慢跑的历程这样。走过来，已经在那边，我说不要，拜托不要，哈哈太，我觉得我人生没有前途。你的感情才没有前途。台湾原住民人口以花莲县居冠，占全县的28%。我们好奇原住民之间怎么分辨不同族人，有请太鲁阁族的大哥教教我们。太鲁阁族的外观最有什么特征吗？大概就像我这样，很帅这样。比较爱是布农族，没赛族啊，不能族啊，阿美族他们比较高，他们的血统大概好像是澳洲那边来比较高大。你先去看，现在打棒球几乎都阿美族啊，你可以看哦，我们走在山上那个路哦，直直的这样走哦，那一定是布农族走的路，为什么？他们脚很有力，拔河非常的强。你不要看阿美族很高哦，碰到布农族哦。他们被拉走呢，底盘很稳啊，布农族。你只要是它是之字形这样上去的，对，那就是太鲁阁族在走，这样会比较省力。所以太鲁阁族会比较聪明一点。对啊，本来就是这样啊。那阿美族不一样了，你在路边看到那个草被拔掉，就是阿美族走过的路。两族的存证信函已经在路上。其实我们蛮好奇一件事情，你是太鲁阁族，然后前身是泰雅族，那你们生下来的小朋友，他们自我认同应该要是泰雅族还是泰族？泰族，我是开玩笑的，但是其实是还是以父系，因为你们是父系社会。对。那假设跟阿美族，对，他们是母系社会了。阿美族男孩子比较懒惰，有点像那个，有点像泰国一样。所以泰国人真的比较懒惰吗？真的，我也懒惰，不要告诉懒惰。除了自我认同外，还有其他口语用法。再度请出太鲁阁族母女。我今天访问到很多比较年长一点的原住民，我问他们矮沙这一类的，他们完全没有听过。对啊，矮沙到底是什么？对啊，姐姐也常讲呢。我有时候会用，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就是自然而然的说出来。它的使用年龄层，你觉得应该是在几岁到几岁？就是10几到20几才会用。这个词语也蛮老的。那你们现在有什么新的？我就问啊。对他们最近小孩子很喜欢讲，现在到底怎样？我就问，然后我就说，你现在是打句号吗？我就问，不是一个问号吗？你到底要问什么？然后他说，妈，这只是一个讲而已，你不要太在意。这种同侪用语，小时候住在新城的阿汉有满满的回忆。我是幼稚园的时候，我们班上我很记得是一半一半，几乎是原住民
的比较多，因为大家玩在一起，你自动会变那个声音，我根本就不用学，就跟他玩，好不好？你不要过来。久了我就到市区，我就说你不要过来玩哦，我可以啊，没有那口音了，我就觉得我到底到哪里？艾莎、以列、阿固、阿杜，你知道这些东西吗？我是后来看那个布莱克学学我才知道，但我以前在花莲真的没有听过这些。以我幼稚园的记忆是这样子。呆呀，这什么呆呀？马诺嘎艺术是什么？这是什么啊？呆呀的意思好像就类似 Oh my God， 还有什么勾鸡 day 本呢？就大便裤子。可能那时候是幼稚园，有些人会大便裤子。勾鸡 day 本，你这是阿美语吗？我不知道因为我以前住的地方很多太鲁阁族、泰雅族、阿美族，可能是其中一个。讲一般的话，结尾会吼你在哪里玩吼？告诉我吼，在干嘛吼？你在现在赶快告诉我吼。所以你没有听过什么矮沙语嘞？那个好像百湾族的吧？现在百湾族很强势啊，那什么布莱克谢谢好红，因为他们带起一阵很多那个流行语。阿涵还有个特殊技能，这我是很会看，他好像是原住民，我就看得出来，就一看就知道，他就算是口音都没有，我就这样还是看得出来。怎样辨识这个人是原住民？五官，然后还有讲话的一点起伏的口音，我就会发现。Gary 就很明显啊，他不是原住民啊，落赛啊。Gary 你是？他真的不是。最后，现居花莲的阿涵有话想要对游子们说。我觉得我一开始就是很喜欢，真的蛮喜欢台北的。可是其实到后来，每次回家乡，真的会越来越感动。就你一回去，你看到那种山是这么大，然后海是那么宽的时候，会很怀念小时候在这里长大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多少少让更多人认识花莲，然后带自己朋友多多来玩。然后如果有机会可以在这边创业，来这边发展，这个土地有神仙。神仙欢迎你！仙，9天玄女在此仙部降落花莲。你以为花莲只有这样吗？下集预告。妈的嘞，这样牛奶嘞。我们原住民有分，非常爱开玩笑的，然后有分那种完全不开玩笑的。这两位的话，他们太正经了，请公开。前进崇德太鲁阁族部落之旅。最后的最后，话说花莲民国路上有间店吸引我们的目光，由内而外散发出海岛的风格。我们找到店家老板，这里很乡村，很像海角7号会看到的场景。这个是朋友钓的时候，他们拿来给我，然后在想说，我就把它做成全鱼标本。像钓鱼的人，他很难得可能会钓到一条大鱼。然后今天如果这条鱼被吃掉了，对他来讲记忆就不见了，然后就把它做成这个，所以他只要骑车经过，他都会看到他的站，他就会觉得很开心，他一定会很开心。念旧的老板要和我们分享他的创作。好酷哦！这海边捡的，这些全部都是垃圾，对，全部都是垃圾，这是保特瓶，对，好酷哦。然后这个是药罐，然后我用热缩的方式把它压扁，因为我捡到它就是扁的，然后我就把它再喷再扁。这个创意发想是来自于哪？我就是捡到东西之后，我才会看它变成什么。我们都去海边捡垃圾，其实它可能在这过程中，它还可以变成更有价值的东西。然后在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还会告诉人家有一些想法跟观念，它的价值性就更大。假设今天客人看到，他觉得这个艺术真的是太棒了，合我的胃，我想要跟你买，你会卖它吗？目前我应该是不会。如果他开价是1000万跟你买这个，好犹豫哦。很好，开始社会化了。没错，因为店里太有特色，哈哈台隔壁 team 的拍片同事也有在这里取景过。那时候他们借的场景，然后以为偶像剧拍摄。盖库爸爸，公关，那个我们有在花莲访问到盖库爸爸的场地老板。什么盖库爸爸？是酷盖爸爸？是酷盖爸爸？是酷盖爸爸？酷盖库爸爸在演。从海归回来的餐厅老板爱上一个网红 YouTuber， 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弄了一个小孩。第2季是在讲说他的跟在美国的前妻生了一个大儿子，然后大儿子飞来台湾，然后跟这2个男同志一起生活，然后就发生了一些很冲突的
场面，精彩哦。所以是盖库爸爸哦。我刚讲那么久啊，不然还是我们拍一个盖瑞爸爸，要不要？对，自己家拍的影集，业配自己做给我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有小孩？其实你就是不信任我嘛。我是因为害怕失去你。其实我幻想过我们见面的样子。我是没有特别想要见你们啦。你还说不可能？你看人家都追过来了。这个男人还能要吗？我希望你要好好珍惜他，否则未来的事情谁知道呢 ？Baby， 我真的很抱歉，希望你能回到从前。重要吗？